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了今天2022年11月13号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啊。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半都有个直播来这里聚个会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课题是这个星期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好像蛮精彩的。我们也看到股票市场也是大上大下大上了啊，一点点调整，但是大上。我们很开心，特别是我们看的那些股票涨了好多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这个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网友们啊，我们同步来做个直播呢。这个星期三大事情啊，这个我个人怎么来看，怎么来解读啊？大家可以互动一点啊，你觉得过去7天之内哪3件大事情啊，你感觉到是有点意思的，有点想讨论的啊？那我们马上就会来看一看我的一些解读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也是这一次准备的内容是很多很多的，那我讲快一点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啊，我到最后的时候用点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现场观众的问题，好吧？那这里呢也是很快的介绍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这个直播的话，我星期五会上传这个大片，我们叫大片，就是后期制作比较多的啊。一般来说是星期二拍摄的，星期五晚上上传的啊。那我星期五晚上在上传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内部有 GMT 的同学跟我一起做每周的指导weekly coaching，每一周有一个指导，大约4个小时，从7点钟到11点，本来是7点到9点的2个小时的，但每一次都是超时的，到11点的啊。那星期天晚上呢，就给大家这个还刚认识的，或者是有一些包括 GMT 同学在这里也有很多有一个比较更加广泛的一个交流啊。相对星期五的直播相对星期五的那个大片来说大片一般来说是10到20分钟时间非常有限，讲一个课题一气呵成的一个逻辑，一个主题，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有几个学习点啊。那星期天的那个直播呢是比较互动一点，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啊。我们本来打算是1个小时搞定的但好像上几次都是比较这个价值比较多，是不是干货比较多，讲了1个半小时啊。当然也是欢迎好多的网友一起参与我试一下大家时间宝贵，我试一下这一次能不能1个小时之内搞定，好不好？那事不宜迟我们把时间缩紧一点，但是内容也是同样的精彩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做到那一开始呢，有一些网友事先问我星期四美股大涨了，牛市是不是来啦？或者现在是熊2还是熊3呢？到底是牛1什么时候来呢？等等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其实大家知道我的这套系统叫选股5部曲，买股票有系统的，按次序按部序的5步，对吧？第一步就是牛熊周期，在牛熊周期的时候我们把牛分了牛1、牛2、牛3，熊变了熊1、熊2、熊3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周期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到底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到底是牛3还是牛1还是熊3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美股突然涨了，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早在这个应该是7月1号的时候4个月前7月1号的时候我就讲过了当时呢美股我看是会跌的，大势呢后市真正的大跌还没来这个我5月份开始讲，好像有些反弹的时候，大家很乐观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大跌还没来，还是比较危险的，大家要小心那到7月1号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在问我，七爸爸不是牛市来了吗？七爸爸不是牛市来了吗？或者股票涨了吗？你不是说会跌的吗？股票不是涨了吗？怎么会跌的嘛？对吧？当然后来还是我是对的，对吧？后来8月、9月的时候是跌了更多，到了10月份的时候是跌了更多但是7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7月、8月初期的时候还是涨了大约是2个月从6月中开始涨到7月份，7月份又涨到8月中，涨了2个月所以当时的人很多人来问我是不是牛市来了？牛市来了？我当时就觉得
如果真正要牛市来的话，一定要三个因素其中一个发生三个因素其中一个发生。但是我当时也说，如果这三个因素没有及时发生的话，使到背后too late 太迟了经济搞垮掉了，或者楼市崩盘了，或者是股票市场金融风暴来了，那就 too late 就像一个人不及时抢救的话那就死了，就很麻烦救回来了所以当时就说，如果短期内这三个因素出现的话，那牛市就很大的机会会来了。但是如果一直不出现，一直不出现导致最后楼市的崩盘，或者经济的大衰退这个或者是那个金融的风暴、金融的海啸风暴出现的话那就 too late，这个病人就进了 ICU 了，对吧？OK 大家顺便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可以把我这个讲的总结一下的话，打在留言区的话，我的助手我的队友会帮这个大家的那个总结打在我的 screen 上面，那我们以后看的时候也有个记录，好吧 ？OK， 所以当时呢，这三个因素当中，第一个就讲是通胀受控，如果通胀是受控的话，那不需要它跌到2%，不需要美联储开始降息只要我们看到这个苗头我们看到这个趋势，通胀是受控的话，那就是一个牛市就会来了大家因为要知道，投资者是往前看的投资者是预测的，然后会偷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美联储很快会不加息了，或者美联储很快会降息了那这个时候股票市场自然马上不是慢慢的，是马上就会好转。OK，大家记得7月份的时候这个通胀是很高很高的，当时候 OK，所以当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美股还没有这么快会回到牛市结果它继续涨，继续涨，涨到8月份之后就一连串的跌，8月底、9月、10月都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公布的美联储这个星期四公布的通胀通胀一公布之后呢，开市之前公布的那我们看到明显的是不是在7月份7月1号的时候，我讲的时候美联储那个通胀是9.17月份那个还没公布7月份那个是月中才公布的，我是7月1号拍那个视频的，对吧？所以我刚才那个视频说的时候，美联储的通胀还在往上走的。好了，7月份往下了一点点。8月份往下了一点点，9月份往下了一点点，10月份往下了一点点。如果是连续4个月往下的话这个趋势就是往下的就是能确认这个趋势了。如果只是1个月的话看不准，对吧？我们要看过去年同月份是不是特别高特别低但是如果连续4个月往下走的话这个趋势是蛮确定的，是往下了所以呢，也要说美联储无论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美联储的加息啦，或者它9月份开始这个加速了它的缩表它的缩表是6月份开始的，到九月份加快了或者是强美元啦，种种的原因使到美国的通胀真的是7月份开始转势，然后转到现在10月份出来呢7.7%，OK，连这个离开美联储的2% 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也承认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趋势起码是扭转了，以前是失控的以前是这个 out of control 失控的往上走的，而在这个时候往下走了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现在是第一个非常利好的因素。第二个非常利好的因素呢是这个市场的预计市场是这个芝加哥的一个应该是 CME Stock Exchange Commodity Mercantile Stock Exchange， 它会做一个统计 ，OK， 它统计出来呢当然每个人的根据都是根据以往的这个通胀和趋势，凭他们的专业的直觉来一个预测，然后他们做一个统计这个平均来说呢consensus就是共识就是会加这个同比增长8%同比增长8%或者另外一个预测 TEF 的预测呢 ，TE 的预测呢是8.1%最后出来是7.7%这个是非常好上一个月是
这个通胀出来8.2是比通胀预期的共识预期的8.1%要严重1%严重1%，所以这个上个月这个通胀的数据出来之后呢，美联储在美国的股票是下跌的如果大家回看记录的话，马上一出来那个通胀的数据出来，美股是下跌的。那这一次相反了，对不对？这一次出来之后，这个通胀的数据，第一个又往下跌了，第二个跌的幅度这当然同比还是增长的，但是增长的幅度下降了，对吧？而且这个7.7%要比这个 consensus 共识里面的那个8% 要低8% 已经是往下走了但是比这个往下走的 consensus 共识还要再低0.3%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好所以呢市场也是马上的反弹了，往上涨了，对不对？那当然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反弹是短暂的还是往上走的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的解读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记得第一点就是美股转牛的这3个因素第一个已经是我看到有个迹象了，通胀开始转势了 OK。 那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会不会继续呢这个我们马上就来解读了好，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通胀的预期这个expectation预期 expectation inflation expectation OK。那个这个通胀的预期是5.4%。5.4%，进一步的下跌到了5.4%这个是非常好的，比刚才的通胀7.7%这个事实的数据还要低，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所以在这个星期五上传的这个视频里面我们解释过科普解释过，美联储其中一个要管理的就是预期通胀或者通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n。 因为这个通胀预期一旦高了之后那打工的老板通胀也要多少 percent 了，对不对？你要加我工资，不是加的比通胀还低吗？不可能吧？是不是要比通胀起码要 match要不然我做得好的话，你还加多一点，对吧？高过通胀加一点起码跟通胀一样，对不对？这是一个加工资，每年到了加工资的时候这个就是根据这个通胀的预期来决定今年涨不涨工资 ，OK 当然了，经济不好的时候，老板扛不住了，撑不住了，这个解雇掉人家，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因素要考虑的。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老板还是要留着你的话那这个中间的谈判点涨工资的谈判点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reference 参考的那个reference point 就是通胀预期 OK。 包括房东要加租了，你看通胀也要这么多了，对不对？我加你这点租已经是低过通胀的了已经是对你仁慈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通胀预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通胀预期在降下来，这个对以后的通胀也是一件好事情。美联储就是现在为什么加息加得这么快这么猛加3码是很猛的，以前的加息都是1到2码这个0.25到0.5，现在是0.75连续加了4次，就是要在大家形成这个预期通胀之前先把它压下来1个月你还没来得及涨工资或者去跟老板要工资，对不对？它马上降下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胀预期下来的话那对以后美联储是不是不需要加了这么猛了，加了这么快，加了这么猛了是这个预期是合理的，是不是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场的话基本上这个市场现在是预计这个到了12月再加息的时候不会加3码，而是加2码当然3码的机会还是有的，大约19.4%这个机会是加3码但是呢超过80%的
可能性啊，大家预计啊是加2码啊，这个相对1个星期前或者2个星期前加2码的机会是大大的增加了，加3码的机会是大大的减少了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利股票市场的，对吧？所以呢，股市在星期五星期四和五都涨了不少那马上股票涨1% 叫随机波动或者是一点点的波动涨到5.5% 纳斯达克涨到7.5% 这个叫涨得好多了，暴力反弹了然后星期五的时候也是继续涨了2% 所以这一次美股的反弹，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未来到底会不会继续涨下去呢？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那我们又来看一看技术的分析这张图大家如果有来这个直播的话我经常会用技术分析再加上基本分析的这个新闻，其实是包括刚才说的宏观经济是个基本分析所以我们配合了用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还有一个是市场的心理学这个情绪 psychology 所以 FTP OK 不是 FTX 是 FTP OK 那好了，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现在涨上去了，下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阻力位在哪里呢？我估计这个阻力位会在4100点这个图好像有点移过了一下不要紧这个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有点移过了一下，这张横的线的图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是那个下降轨道的上轴，下降轨道上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两个几点来看第一个短线来说出现了黄金交叉，就是说美股2天前出了黄金交叉所以从技术的分析来说是好事情那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跳到基本分析来看的话，是因为这个通胀进一步的给大家看到可能是受控了，对吧？所以基本因素，宏观经济，通胀受控了，跑到了技术分析技术分析其实是个统计，在统计市场的参与者他们的资金，他们的这个博弈，他们的资金买卖的一个角力他们所出来的一些一些图案OK， 所以呢，从这个黄金交叉来看，就是现在买的人他们是比较有力量的把这个股票推上去。OK， 我们是解释了一下这个一些技术分析背后的原理我是喜欢解释这个背后的原理的，不是盲目的去应用的。OK，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好，黄金交叉出现了那也是黄金交叉出现，不要盲目的去说就好就冲进去买，我们要马上看一看为什么那我们这次看到是因为它的通胀出现了一个受控的一个信号。OK， 好，第二个呢，阻力位在哪里涨到哪里呢，就可能会这个比较难涨过去了如果它涨破了这个阻力位，就像这个弹簧一样，这个苗要破土，到了那里有个阻力位，但是它一旦过去的话，一下子又会涨上去了，之后的阻力就没有了，之后阻力就变成了它的那个支持位了这个在我的选股5部曲第4和第5部讲到了基本分析里面讲到技术分析里面有解释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的回去重温我的选股5部曲好不好 OK， 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反弹到了哪一个位可能会有点阻力比较难然后我们要观察会不会突破这个阻力位，如果是突破这个阻力位了我们确认现在是熊市变成牛市了 OK， 当然我们要回看的话，有可能牛市的起点是在我们看到之前到了那个下降轨道的下面那一点下面那一点就是牛市的起点了，但是牛市的起点在那一点是没有人能确认的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不是说今天就是牛市的起点了这个如果这样告诉你的话，那个人在胡扯，不知道在说什么，对不对没有人说今天就是牛市的起点了不可能的 OK， 只有回看原来那个就是牛市的起点了
当然如果我们要用情绪的来说的话牛市起点基本上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港股有可能已经或者中概股、港股或者已经有可能在牛市的起点之后了因为我们记得的话10月底的时候，香港的股票中概股、中资股是最悲观的所以我经常说牛市什么时候来？另外一个3个维度来看，是在最悲观的时候出生的，对吧？好，我们来看美股的话，那美股呢之前我们用 RSI 来看这个市场有没有超卖，之前是超卖，也是超卖了然后反弹连续2个短暂的跌破了这个 RSI 30，就是说市场超卖，为什么会超卖？就是恐惧，对不对？再加上那个下降轨道的底，所以那次反弹只能说它是反弹但是呢，那个反弹过了黄金交叉之后，就是有个转势所以刚开始是反弹，现在是转势，但能不能确认这个牛市的趋势进入了牛市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还在一个下降轨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能不能突破这个下降轨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它如果继续涨到这个下降轨道的上轴上面那个顶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我们用这个 projection 这个预测下去的话，基本上在下面那个 RSI 也要接近到了70了，对不对？好了，到了70了，市场超买了。如果市场超买了，它还不跌，还是涨破它上面那个顶，那就代表着一个牛市的来临了。明白吗？OK 所以呢，如果是用技术分析的话，是不看宏观经济，不看新闻，不看市场的情绪如果你看的话，你就被那个影响，就不是技术分析了好多人搞错就是就是如果做技术分析就不看新闻的，不看因为技术分析相信所有的新闻、所有的基本因素已经反映在股价的波动和成交量这2个信息里面了。所以如果你是用技术分析的话是不看的 ，OK？那当然了，其实爸爸是3个都看的3个都要看，对吧？所以呢，宏观经济我可能最喜欢用的是我其实最喜欢用的是市场的那个情绪 ，OK？ 所以3个都要用，好吧 ？OK？ 那好了，有些网友很这个问这个美国的选举对股票市场有没有影响呢？我很简单说就是影响不大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州长跟总统没什么关系的，美国的州和联邦政府基本上蛮独立的，但是呢也是在联邦的那个政府的框架下，你可以是民主党，也可以是共和党州长没什么，这跟整个美国的国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OK， 那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是政府的所提出来的方案容不容易通过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只是通过这个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容不容易通过 ？OK， 那我们看到呢，在以前这个众议院以前是民主党的，是执政党的那这一次呢，民主党是失去了众议院了这个众议院里面共和党是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以前是佩洛西佩洛西是民主党的House Speaker，OK 所以以前但是这一次佩洛西就不能做 Speaker 了因为这个民主党失去了这个多数党的那个地位 ，OK， 所以下一任的那个众议院的那个 House Speaker 会是一个共和党的人出来那对拜登这个 Biden administration拜登政府所以后提出来的方案
可能会有点这个阻力啊，这个会给他不是那么容易的批过啊，审批过了，对吧？那拜登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晶片方案啦，或者是什么新能源方案啦，Inflation Reduction Plan 啦，等等等等啊，都是赶在这个 midterm election 之前搞定啊，这他也遇到了，对吧？好，那也是出乎意料的呢，是 Senate 啊，这个 Senate 叫什么？参议院啊，参议院呢，共和党啊是没有啊，到这里看来啊，好像是共和党领先，但到最后还是民主党保住了啊这个参议院。所以这上面是写错了保住了参议院，不是众议院，参议院。OK，那基本上本来本上没有选之前是50-50，但是因为这个他的 chairman Senate 的 chairman 是副总统，所以当他们是50-50票的时候他的副总统那一票就变成了决定性的那一票所以副总统可以在那时候等于是控制了参议院最后一票但这一次呢民主党还是保住了，所以在参议院那里再加上他的副总统做 chairman 的话。也应该来说还是保住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众议院美国的众议院每2年选一次，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对股市来说应该来说不会是太大的影响，好吧？那真正对股市有影响的比如说是特朗普的时候减税啦，或者是拜登的时候。什么基建的计划了，这些 fiscal policy 那对股市对不同的股票会有影响但现在来说，基本上这个政府接下来的2年应该来说是政策没有那么多了没有太大的影响，好吧 ？OK， 好那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要小心的就是接下来的美国会不会进入经济衰退？OK， 最新的那个季度的 GDP 呢？回到了正数所以严格来说呢，美国现在的经济不算是衰退这是严格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看市场的数据，我们让数据来说话不要靠自己的脑袋拍脑袋来这个想象，对不对？我们最怕是自己的幻想想象。我们来看市场的数据的话，基本上。美国是90%，这还是8月份的数据，96%，我相信现在更高一点，98、99会进入一个衰退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基本上每一次加息之后。都会有金融的这个风暴出来，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就是有 recession， 有一个经济的衰退因为经济衰退的时候，有些公司扛不住啦，撑不住啦，有些公司会违约啦，有些国家会违约啦，甚至是当然最 minimum 最起码的那些业绩会受损那业绩报告出来不好，那对股价也会不好，股价不好。整体的股市也会往下调，对吧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在来说，加息已经是充分的被市场预测了已经加了这么多次了，市场也要星期四反弹的也反弹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加息已经。fully pricing 已经是完全这个因素涨多少以后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维持多少时间什么时候可能会跌可能会跌还太远了，现在讲不到。但是什么时候加息会放缓，什么时候到顶，这些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recession 我们预测它会来，但是这个 recession 还没真正的来，而这个 recession 的话也没有反映在股价里面所以当它真正来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股票市场会往下跌。OK， 所以美联储如果12月加息加0.5这已经是 price in， 已经在这个股价里面反映出来了如果美联储到明年年初停止加息了，不要那么太开心已经这个股票市场已经是 price in 了。OK， 但是呢。如果明年这个 recession 出来了，而且是很厉害的话那有可能呢这个叫什么股票市场会往下跌第二个我们也要小心的就是
会不会这个通胀反弹啊？通胀反弹，那我们so far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因为第一个啊，这个工资的时薪的涨幅啊，这个我这次所以这个星期五的 YouTube 视频大家可以看多几次，含金量很多的啊。我在里面也说了，我们要观察是时薪啊 hourly wage 的增幅啊，那 hourly wage 的增幅我记得是4.6啊，比现在通胀要低，所以我未来通胀还是有往下跌的一个空间啊。第二个呢是那个租金啊，租金的增幅呢也只有6点几个 percent 啊，所以也是比现在低啊，所以再加上通胀预期已经下来了啊，所以通胀预期下来的话，有可能继续这个通胀会往下走啊，这个增长率会往下走啊，但是如果突然之间反弹了，那也会对股票市场带来一个意外的往下跌的一个shock 啊，一个冲击啊，所以股票市场是每天要观看的，不能说现在就知道，掐指一算，年底到多少点了，这个讲出来的人都是不懂股票市场，是乱讲，年底到多少点了，肯定是乱讲的，好吧？大家如果下次看到人家一算，这个明年年初就牛2了，这个 bullshit， 对不对？股票市场看1个礼拜已经算多的了哈，看2天已经算多的啊，要每天看的，好吧？记得这一点，就像你开车子不能闭上眼睛啊，未来5分钟我就不睁开眼睛了，就开下去吧，那你就不懂得开车子，开车子是不是要每1秒钟要看着马路的啊？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OK，不光是股票市场啊，楼的投资啦，或者是那个债券啦、外汇啦，都是一样的，好吧？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港股啊，港股啊，大家如果记得我之前的视频啊，我有一个视频已经告诉大家哪一个地方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政策，量化宽松和财政政策刺激，但是呢，所有的好消息市场都好像 ignore 忽略了，然后大家还是很悲的，是不是啊？记不记得有一个视频是这样说的，对吧？应该就是3个礼拜前啊，然后在直播里面我也讲过啊，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中资中概股可能牛一来临的时间点会最早这个记得的话可以见证啊，打一个荧幕上面打一个见证一下七爸爸讲的，不是我这个乱讲的，是不是啊？不是马后炮的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也是技术分析的话，用港股来看一下的话，有好多个这个买入的信号是出现了，而且是在10月底出现了第一个那个连续4次这个 RSI 低过30，连续4次，这是个日线图如果我们用月线图的话，过去20年没有低过30，用月线图，这一次低过30，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的话，应该是要买的时间了。我是在 GMT 里面有讲的好，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RSI 配合它的股价来看，这个呢不是底背驰这个是一直往下走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你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底背驰就要捞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用 RSI 来看了也是一浪低过一浪，不要说这个股票，所以当时的这个悲观情绪是很大的那第三呢，那我们就不要太早的捞底，因为它是一浪低过一浪，不是底背驰，底背驰就要早点捞底，对不对？它是同样的这个股价也在往下走，这个 RSI 也是一浪低过一浪这个时候要忍一忍，对不对？所以前2个 RSI 要忍一忍好了，到最后一次，对吧？最后一次涨上去再下来，也是碰到了这个30，所以从那里来看，到了底背驰了。最后一次到了底背驰再加上那 RSI 不是太准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是不是底背驰呢？我们再用一个辅助的工具叫 MACD，MACD 蓝线超越红线，但是它在0底下，所以是个反弹所以我们我们的3面镜技术分析里面教的不同工具我们一下子拿几个出来了如果你听不懂不要紧有兴趣学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课程来学我只是今天加菜给大家加菜哪一些比较
比较不是1年级的工具了，是3年级的工具，给大家来看一看如何我们是怎么样看到，对不对？再加上保利价通道，保利价通道是一个这个股价的一个统计啊。如果假设一个波动是 normal distribution 正态分布的话，到了下面我们设在2的话，就是2个 standard deviation， 2个 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股票价格是随机波动的话，那也就是说它到了96点几个 percent 是要反弹了啊，这个发生的机会只有3%、4%，然后要回归到中线啊，regress back to the mean，OK， 回归中线均线啊，所以几个加在一起，最后啊，我个人的3面镜应用啊，还要加上一个阴阳图，因为阴阳图是这个在衡量，在给大家观察一个动态啊，这个短时期的一个 momentum， 一个动量。短时期的一个股价的动量啊，所以一下子哇，你听了太多了，不要紧，因为我是把3年级的功课给这个公开场合，对吧 ？GMT 同学可以问一下功课了当然 GMT 里面我们会讲的更深 ，GMT 是我们的这个大学同学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好几个因素一出现之后，再加上市场的情绪，对吧？一会儿我们会来总结一下 FTP，OK，F fundamental 基本哇，这个香港股票便宜的不得了，对吧？已经是不用看了，便宜的不得了，不用看了T 就是那个 technical 这个技术刚才看到好几个买入信号出现了，那最后看一看 psychology P，OK， 市场的 market psychology 当时你去看了哇。YouTube 上面看要打仗啦，要回到文革时代啦，中国的这个政权怎么样啦，好恐怖对不对？美国要制裁啦，要去中国化啦，全部都是不好的要新冠政策继续清零啦，全部都不好的一面倒的悲观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换到那个我要看到下面那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呢我们 GMT 10月28号的内部的一个 PPT 10月28号，我们当时就讲大家看到20大闭幕发生意外的离场，引起了各种幻想的故事，然后呢是绝对的悲观 ，OK， 在这个情况下，市场是过度的悲观，错杀了港股和中概股这是10月28号。10月28号是给大家示意图严重的过低了有没有真正的中国的经济是不是面对挑战？一定是的，对吧？那当然，我们那天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这个分析，包括中国的真正面对的客观的面对的那些挑战，我们都有客观的中立的去判断，然后我们就觉得就算现在是有挑战经济有挑战，但是过度的低了再鼓励大家不要惊慌再用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课所以大家进了 GMT 的话就有这个根基上了这么多的课，所以呢我拿出来给大家这个镇定一下，对吧？大家都恐慌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也是最大回报的一个时候所以也鼓励大家在股灾发生的时候，我觉得10月底在香港绝对是个股灾了，已经是个熊山直插了 ，free fall free fall 了好几次2、3次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心定神闲心要定，神要闲，不贪不懒不恐不要贪，哎呀到底了，明天还能再低点再捞了，不要贪心 ，OK。如果你觉得便宜的话那你就行动吧，对吧？也不要恐惧，这是正常的这个股灾熊山来是正常的也给大家看到这个正常的一切。为什么说正常的？一切都在这张图里面。这张图选股5部曲，2020年8月份给大家的选股5部曲那个课程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重温这个功课，对不对？这张藏宝图非常有用当然那里好多其他有用的，对吧？你一看就知道，原来我们在讲这幅图的时候，那个选股5部曲的时候是在牛山
在股票市场很热的时候，牛三的时候啊，当时是放在上面牛三的时候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下面啊，所以大家顶地雷啊，这次没有什么不同啊，到了这里啊，急速的 free fall 啊，直插下来，熊三只有熊三的直插的出现，代表着牛一的急速的反弹不远了。这是10月28号说的啊。当然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反弹，对不对？我不能掐指一算，印度神童也我不是印度神童了啊。这个多少什么时候会反弹，没有那么神奇。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告诉 GMT 的同学，对不对？不要怕，也不要贪心啊。基本上牛一急速的反弹不远了，对不对？GMT 的同学啊，我们过去2个星期好开心，是不是啊？大家也见证2个星期前的啊，给大家说了啊。那你说哇，七爸爸为什么不在直播的公开场合讲呢？第一点，GMT 的同学们付了费用，我肯定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公开的话，那我就对不起 GMT 的同学了，是不是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你看一下，当天晚上我是讲了129张 slide，129张讲了4个多小时，对不对？你要马上加入 GMT， 你马上回去那一天晚上看4个小时的话，里面还有好多一步一步的心理学，哪些投资的陷阱，为什么市场现在犯了这些错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市场是错的，大众是错的，普罗大众 Mr. Market 市场先生是错的，一步一步的给他们重新的，而且这些是以前全部的课程已经讲过了，给他们再重新的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推论，到最后我不会告诉大家冲出去买了输了钱，我不负责任，对不对？但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个明智的明确的决定这是我的一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要买这个股票，要走那个要那个股票抛售等等，这是不专业不负责任。 OK， 我的风格是什么？我给大家所有的关于投资正确的方法公开，课程公开。我第一个进来就教大家学习，学好了之后，我根据那一天的这个每周指导，每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每周指导给大家针对当时的市场的情况，一步一步的重温功课，给大家推算，到最后你自己做个决定。但是大家要觉得不合理的话，可以马上讨论我们有几百个同学，对不对？马上讨论，对不对？七爸爸，你这是看错了，这是你想错了马上讨论，我们也及时可以纠正但如果一天晚上几百个同学一致的同意七爸爸这个逻辑的话，那到最后你们自己做一个判断，自己去行动，自己负责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看到不是说随便公开我如果在这个公开的这个直播里面只有1个小时，到最后哎呦买啦不买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能够随便做买卖建议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内部的这个PPT 里面下面都有讲过，这是个学术的学习的一个讨论和案例的分析，大家的重点是在学习那我在10月22号的时候也有一个线上的投资新道在之前的那一个直播里面，我们只是随便的来讲了一下，然后有几个空位的名额，马上给现场的观众网友这个看直播的网友马上把握了大家有没有做见证，对不对？到了10月22号那一天的投资新道，最后的3张 slide 里面有2张，就这2张。我告诉大家，哎呀，过去悲观的事情多得要命，对不对？70年代一片黑暗，80年代中英谈判，64香港64 03年非典09年海啸，对不对？不要再错过机会了，不要再错过机会了，因为大家最悲观的时候就是最佳的投资入股的时候，这是邓普顿说的所以快点啦，我们10月22号叫大家快点学习，快点看机会了，对不对？好，综合一下所以我刚才说的
综合是要 FTP，对吧？3个维度一起推算。为什么788这好像蛮准的啊？我把我的秘密全是作为一个像爸爸教我的儿子，爸爸教我的女儿的出发点，希望大家是学方法，而不是拿一个号码去买啊，拿个号码去买是会输钱的。OK，好了，所以一定要 FTP 一起来用，不是 FTX 啊。这个星期 FTX 很火，是不是啊？这是 FTP，不是 FTX。OK，3个不同的方法维度一起来推算，如果3个维度得出来的结论都是要买的，那这个准确度就很高了，明白吗？在技术分析里面，我们已经用三面镜，所以技术分析你要等到三面镜出现的机会啊，已经要耐心的等，不是经常出现的。再加上 fundamentals， 哇，便宜的不得了啊，对不对？再加上P， 哇，现在情绪是过度悲观，3个一起，哎，成功捞底。大家看到10月底的时候，对吧？无论是10月22号这个投资新道，我告诉大家，哇，快点快点，下个礼拜是最悲观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记得啊，已经悲观了，已经太迟了，对吧？越来越悲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时还在越来越悲观了啊，快点快点快点！结果真的是10月20几号回看啊，我们真的要回看一下，对不对？啊，不是马后炮啊，但是我们要 MRA， 要看一看我们这套工具准不准，不准的话要调整，准的话那继续应用，对不对？正好时间刚刚好成功摸底啊，所以我那时候啊慢慢买，我个人教了大家之后，我回去之后慢慢买啊。OK，那好了，现在啊。那未来怎么样？那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个人觉得呢，现在中国的疫情还是控制的蛮严格的，还要清零政策啊。这个在我的那个牛市来临的3个政策里面，3个这个转折点啊，这个关键因素，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过。第二个就是说，新冠疫情会不会取消掉？啊，那当然，这个病毒啊，可能现在是跟我们永远是做朋友了，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它对经济的活动影响会到了比较最少的时候了啊，因为这个人健康人命是一件事情，对吧？但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关心的还是经济活动赚不赚钱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它像新加坡现在全面开放啦，好多地方全面开放啦那这个时候股票就会好，对吧？所以呢那大家记得一点啊，中国现在还在清零是好事情，对股票是好事情。哎，这个思维啊，很多人是这个为什么死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往前看，对吧？现在它是控制的很严格，那以后只会放松，不会再严格，对不对？以后只会放松，不会再严格啊。它真正的哪一个城市又封掉啦，这个是个别的，但我们是看它的政策，所以它只要每一次说，哎，现在是5+3了，现在是3+3了。现在是0+3了，只要每次放空一点点，放空一点点，放松一点点，这就会对股票有好处。OK，当然这个放空一点点会不会真的使到股价这个企业的盈利大增呢？不是，这是个心理因素。我们刚才说的 FTP 是个 psychological 心理因素。哎，每一次哎呀感觉好了，哎呀感觉好了，对吧？所以加息的时候，每次哎呀加息不好了，哎呀又要加快了，加息不好了，这是一个这个 psychological 所以它在放宽的时候，就像美联储开始降息了，可能经济很差，但是它在降息了，所以中国的这个放松一点点的疫情的话其实对那个是这个好事情对那个是好事情，因为就等于是降息一样，我们在 expect 越来越好，expect 越来越好，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中概股啦、中资股啦、港股啦，现在是便宜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涨？为什么不跌呢？就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的所谓的新闻，因为大众还是在看新闻的这个层面去买股票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预计会受惠，这些股票会受惠，会开关了，会放松了，这个股票就慢慢的上去，也是背后买的人全买够了，然后就
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交媒体啊、新闻媒体啊，很多时候都是他们新闻的来源哪里来？就是那些大摩啦，什么高盛啦，对不对？他们买够了之后就给一点啊，包括中金啦这些研究报告给那些传媒，那些传媒就说了，大摩看恒生指数回涨到25000点，是这个游戏就这样玩的，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完全全部放空了，没有这个概念就没有人炒了。但是现在要慢慢放空，哎，慢慢放空是对股票市场是最好的。OK，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了啊。我相信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 FTX 听了太多了，发生什么事情也听了太多了，所以今天这里我重点是讲一下未来怎么看这个虚拟货币能不能捞底或者是对整体的股票市场有多大的影响 ？OK， 那一会儿我再讲讲我这次星期五的视频里面讲到 FTX 没有讲到，就讲到虚拟货币那个一会儿再讲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次 FTX 会破产，破产之后会使到虚拟货币进一步的下跌，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背后是个信任是个 trust， 是个 credit， 是个 trust，OK，另外一个是个 liquidity， 一个交易所当少了一个交易所，然后人家又不放心这个再放在其他的，包括Binance包括其他的交易所 Coinbase 都不放心放在那里的话，以后交易也没有那么方便。所以然后呢，这个现在的这个下跌的可能又比反弹的要多，对吧？所以很多人会快点走了，对吧？快点走了，特别是如果你还是早期的有赚钱的话，现在还有赚钱的话，那快点走了已经是一个好梦了，不要把好梦变噩梦，好吧？那如果是高位这个买的话，现在还做鸵鸟，最终还是要妥协，鸵鸟要妥协，那这个时候就真正的这个 free fall 就会来了那我个人大家回看的话，我讲了好几年，每一次讲到虚拟货币，我都不看好。在虚拟货币很火的时候，人家就说七爸爸你老了，你不懂虚拟货币等等要抄底对不对很多人喜欢抄底那绝对我个人绝对不会去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去抄你虚拟货币怕得罪太多的虚拟货币的粉丝了我个人每次讲到虚拟货币，我都觉得背后骗子很多。我不能说这个比特币是骗人的东西我不能说这个虚拟货币是骗人的东西，但是整体的虚拟货币里面骗子太多无论是我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或者我以前做的直播，或者是我在这个 GMT 里面或者其他的课程里面讲骗人的东西是太多 OK 其中有一个我拍过一个 YouTube 视频，就叫唱好散货 Pump and Dump， 唱好之后散货，在虚拟货币里面你抓不到它，对不对？这一次 FTX 很明显的把客户的资产拉出去给那个Sam Bankman-Fried 的私人公司 Alameda 来炒作，而且中间是大量的借款去炒作，这就是把一个公司还不需要其他的互相的左口袋交右口袋，一个公司不断的把 FTT 炒到很高 ，OK， 然后这个资金还是客户的资金，但是他说可以杠杆，你要来借的话，我收你钱来借，但是都是借到了 Alameda， 对吧？中间有没有犯法的成分？是不是个骗局？那这个我不是专家了，留待这个criminal investigator 去查了但是另外一点，大家要想一想，现在他在巴哈马的公司，对不对？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来查？对不对？跟美国无关了，跟新加坡无关了，跟大陆无关了。那谁都不喜欢这个虚拟货币国家层次来说，因为
虚拟货币在 undermining， 在把一个国家央行法定货币的地位在 undermining， 所以国家绝对不喜欢虚拟货币啊。会不会因为这次灾难之后给各个国家来立法来规范虚拟货币？有可能啊。如果再加上规范的话，那会进一步打击这个虚拟货币，因为虚拟货币本来其中一个所谓的价值就是要去中心化，去央行、去银行、去国家政府的干扰监控，所以拿来洗黑钱啊、贪污啊、走资啊，是很好的工具啊。那真正是这样，所以中国马上要禁止，对吧？是犯法的，禁止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虚拟货币不要捞底了。大家要想捞底的话，那我不会阻止你，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赌博，而且输的机会会很大，好吧？因为真的有可能到零。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会不会变成一个蔓延到其他地方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机会是不大啊。为什么不大呢？因为这个像 Lehman Brothers 它是牵涉到银行系统，那银行系统是牵涉到货币供应那虚拟货币相对来说还没有到传统的银行系统里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机会还是不大。OK，但是呢，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其实我这个视频要讲一个真相给大家听。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星期二，星期二我拍摄的时候是没有看到这个 FTX 的新闻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讲到虚拟货币，不知道这个星期 FTX 倒闭，虚拟货币跌了这么多。OK，然后我本来想说的是加息每一次加息会导致金融风暴 ，some kind of financial crisis 但是我在里面大家回去听一下的话，我说很难知道在哪里，但是一定要我猜的话，一个是虚拟货币，一个是可能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导致金融风暴。OK， 那联系汇率其实上次给大家算过一次，对吧？有些网友没有看过上一次的直播的，在下面问那联系汇率这个被击破的机会会多少？我上次算出来是 2.6%， 有机会2.6%， 香港的这个联系汇率守不住了，只是 2.6%。 OK 当然了，这个算数只是说现在这个推断里面有很多的假设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来说还不是很大的一个机会，这就可以了不要来跟我说为什么不是 2.59为什么不是 2.61就是大约是 2.6%， 好吧？这是第一点。 OK， 那虚拟货币我在拍的时候是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的，后来呢当然这个新闻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后期制作也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把最新的新闻打进去了也是这个讲出来很及时very timely， 很及时。 OK， 所以有一位网友Lisa 说马后炮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看我以前的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我叫大家千万不要投资虚拟货币，也做过一册，千万不要投资虚拟货币。在年初的时候我有讲过骗局，一个叫 pump and dump 所以在虚拟货币里面我不能去否定这个货币那个货币，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在这里面如果有骗子来做炒高散货 pump and dump 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再一次警告大家不要有这么多的东西好可以投资的话，就不要去搞虚拟货币了，所以绝对不是马后炮，好吧？所以大家可以见证的话，也可以留个言，对吧？另外这个说现在才讲，难怪订阅数目比不上其他的财经部落客。OK，
我也不想做其他的财经部落客。我不知道，这个财经部落客啊，我们香港没有用这个词的，是不是就等于香港的财演啊？我经常笑那些财经演员又上去讲话了，又上去讲话了，对不对？我是很不喜欢财经演员的。你有本事的话，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去做电台啊、做电视台啊、做 YouTube 啊，讲这么多的话？这个有本事的话自己做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做财经演员，我也绝对不想做财经部落客啊。这个10万个粉丝、1000万个粉丝、1000亿个粉丝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我来这里有缘分交流一下，做个朋友啊。这个谈不来的，那就客气一点也可以了，对不对？萍水之交客气点，最基本的礼貌打一个招呼啊，那就可以了，对不对？啊，我也会好好的检讨啊。所以感谢这位 Lisa 的网友，我会好好的检讨。我觉得真的要感谢这个 Lisa 的网友啊。我想了，我干嘛要拍这么多 YouTube？我真的不想做财经部落客了，是不是？所以以后我要跟我的队友啊，跟我的老板这个申请，我要减少在 YouTube 拍视频，我要减少做直播，因为真的我不想做财经部落客啊。所以我星期一会跟我的老板去，我有个团队的经理老板，OK 所以呢，我要跟他们打招呼，以后要减产了，因为我真的不想做财经部落客啊。OK，好那大家这里不好意思，这个月呢蛮开心的，赚了点钱，所以我也有时候在 Facebook 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赚钱的记录，对不对？好多人就说你赚了钱是不是没有亏的是不是只放赚钱的不放亏的那我真诚的给大家在直播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的，对吧？我的那个附图的一个这个月的一个收入就算这个月香港股票涨上去了，或者美国股票涨上去了，对不对？也应该没有涨21.64%吧，是不是那我是跑赢大市的对不对那如果有跟我 GMT 的同学上课多的同学知道，我说的是财富金三角财富金三角里面我的房地产那一部分基本上占了我的整个资产组合的80%。这个我以前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累积了19个物业最后放了6个最后放了3个，没有6个，希望放6个，最后放了3个，所以我还有好多16个物业在手里面。香港的物业很贵的所以基本上我那个80%的那个财富是在香港的楼里面。OK， 那剩下的20%的在股票里面呢，我大约是分大部分的是长线投资的，然后有20% 是中线投资的我中线投资的放在富途，长线投资的我放在汇丰。为什么放在汇丰？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很贵，又不方便，所以我就放在里面，只是收股息财富金三角我教大家的，对不对？我自己应用，我放在里面的都是收股息的股票不看它买卖炒卖怎么样的就收股息的放在汇丰。那这幅图是这个附图的，附图里面呢，我有时候要考自己眼光，也是跟 GMT 的同学一起做功课嘛。做了功课之后要考自己的眼光，所以呢买卖会比较频密一点，但也不是全部买卖的，只是可以把所有股票卖走，也可以把所有股票 all in 去买股票所以在这个仓里面也不算太差吧，对不对？跑赢大市好多好多你看，这个月的港股、美股、A 股、新加坡股票、台湾，我是全世界这个不是光是港股我是全世界股票都跑赢全世界，对吧？OK 所以七爸爸不是在这里炫耀，真的不靠你这些流量好像人家要赚流量、赚广告费了。我的广告费收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全是给团队去，他们做的好 good job， 他们去庆祝的，我都不知道会收多少钱的我不需要钱了只是大家开心来交流一下，对吧？但我真正希望的是我是个教育学家但我真的很开心。我刚才也给大家看过 GMT 我里面的分析这些就是 GMT 的同学在 Facebook
公开场合内部就不讲了啊，在公开场合的一些留言啊，那我也来不及把所有的 cap 了啊，所以如果你有写过鼓励我啊，在分享过喜悦，我没有在这里写你的话，那不好意思漏掉了，只是我刚才粗略的啊，有人啊 OK 啊，获利很多啊，谢谢谢谢，对吧？所以这个是我开心的但是呢，我也经常说，你赚了钱是你的福分是因为你做的好事多，可能也是因为你这个努力学习到后来你修成正果了股票市场本来就应该赚钱的嘛，为什么这么多大众都是输钱？本来就应该赚钱的，如果你还能跑赢大势的话，你修成正果了，好吧？所以这个都是所以呢，大家进来 GMT 我这张 slide 这张 PPT slide GMT 同学就很熟悉了，对不对？我都叫大家不要进来拿股票号码，要先来学习。GMT 是个学习的地方，不是来拿号码的地方，要不然我保证你输钱所以我希望大家来的时候是来学习的，因为我是个教育家，OK？因为我觉得教学相长，对不对？我在教大家的时候，我也学到好多东西，我跟大家一起成长，所以我称呼大家都叫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不学习，我相信只靠一个号码是会输钱的，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你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听进去，只记得一句话的话，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不学习，你买什么都会输钱，迟早输钱。长远输钱，迟早输钱，赚钱只是你短期的 luck 好运。OK 你这个是讲真话，你看一讲真话，那些人就走了，对不对真相人家不喜欢听股票号码 Top Club 要不要买？人家来了比特币要不要买人家来了，是不是讲真话所以以后大家要学习就来 GNT 或者我任何一个课程来学习直播真的是大家都来拿号码，咱们以后讲少一点这个 YouTube 以后也拍少一点，好吧？就这样 OK 那好了，有个同学问有网友问加入 GNT 是不是跟着可以买股票？我是建议你来学习来不是来拿号码的，经常这样说。拿号码，无论你是在这里788当然会做很多的 in-depth research 深度研究，还有每周的每周指导也会用一些实际的股票来给大家看我怎么去分析研究股票 ，OK， 让大家来学习的那当然788也会说我为什么会买这个股票，为什么不会买这个股票，但是大家买卖都是独立的，唯一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因为我买而买。大家做独立的分析，如果你还没有能力做到独立分析之前，不要买股票。OK， 这是我告诉大家，不懂股票不要买。我不断重复的不要听了一个，但是你可以参考我做的股票，我买的股票，如果跟你觉得你觉得对你也是蛮认同的。那你买卖是自己的一件事情了，好吧 ？OK，所以呢，现在要来学习的话，可以跟我来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那也没问题。OK，只是不学习，不要买股票，真的是会输钱的。输了钱是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好不好 ？OK，那这里呢，学习有几个途径你要免费的要钱我不干，那也可以，对吧？下面有一个精华课程 ，GMT 精华课程，怎么样能够做到低买高估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大家可以免费的包括加入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经常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包括 YouTube 上传视频了，通知大家，或者有时候有些email 也有些学习的内容在里面免费的或者大家要这个自己DIY 自己来慢慢研究，慢慢去找股票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 defender 那个打个比喻所以我把30年的经验总结了，大家基本上7块钱象征式的来拿一些系统维护费用，好吧？那如果大家要最快时间少走冤枉路，少输钱，加入 GMT， 我们飞出去，打个比喻全世界去找股票的这个和趋势还有个是趋势，科技带来趋势，市场改变，政策的改变带来趋势的机会，好吧？那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我来看一下。今天时间又过了1个小时了，很快GMT 当然了，我们马来西亚有好多同学，好多同学我也可以告诉你马来西亚同学
有些是跟了我们2年多的、3年的。马来西亚是最早进入 GMT 同学的，然后到现在有一些好资深的，还有这个 CFA 啊、CPA 在公司里面搞财务的，到最后都是不买马来西亚股票。都是不买马来西亚股票 ，OK， 他们也是觉得进入了 GMT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买马来西亚股票，OK， 就这样那当然我们有研究，我们有同样的方法教了之后我们也曾经研究过 Top Glove， 我在 Top Glove 也是帮助好多人避开了，我觉得公司还算好啦，但是股价太高，那时候股价太高了，OK， OK，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有没有？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今天差不多了好吧，1个小时过了几分钟还算好一种米200种对，谢谢这个月有30%我可以见证感谢，也是恭喜你希望更加重要的是学到了之后你是用一辈子的，而不是说1个月赚1个月的钱很少，但是用一辈子我是学了30年才练到现在功力这个加快输送给大家，好吧？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还是来学习的，因为我是个教育学家了我不是个什么财经部落客我不知道怎么说OK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成功这个财务丰盛，还有智慧要成长，好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